下面咱们再录一段吧。这个地方呢，是我这次南京之行最重要的一个景点啊。为了看它呢，总统府我都不去了啊。本身总统府我那票都订了啊，但是没时间了，我就把那票退了啊。人家收了我20块钱手续费钱啊，我就为了看它，连总统府都不去了。这是什么地方呢？这是南京皇城的西安门啊。这个南京皇城呢，跟北京一样，其实这个说法不准确啊。准确的说法呢，应该是北京皇城跟南京一样啊。朱棣的北京皇城是完全照着南京皇城抄下来的啊。所以说呢，南京皇城呢也有4安门啊。北京皇城不有4个安门吗？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和西安门。南京皇城也有啊，只不过南京皇城的正门呢，它应该不叫天安门，就是南京皇城的正门不叫天安门，它应该叫奉天门啊，啊。刚才说错了，拿手机查了一下子，南京皇城的正门呢，它不叫奉天门，南京皇城的正门叫做承天门啊。南京皇城的正门叫承天门，北边呢叫做北安门，然后呢是东安门跟西安门啊。北京这4个安门呢，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现在只剩下天安门了啊。然后天安门前头那个大明门也给拆了啊，然后长安左门、长安右门都给拆了。也就是说，等于说现在北京整个皇城的正门呢，现在也就是说现在整个北京皇城的这些门呢，只剩下一个天安门了啊。那么南京呢，只保留了一个西安门啊，余下其他几个安门，像是那个承天门呐、北安门呐、东安门的也都没了啊。南京只保留了一个西安门。那南京这个西安门，我为什么觉得它很重要呢？因为南京西安门这个形式呢，它是一种宫门的形式，就是它是一个砖砌的宫门的形式啊。它的形式呢，特别像是北京的那个大明门和长安左门和长安右门。但是因为那3个门呢已然都给拆了，所以说现在实物已经看不见了啊。所以说呢，你要想看那种形制的那种砖砌的3个门对那种城门呢，只能来南京了啊，来南京了。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特别重要啊。下面咱们就看看啊，南京到处都是流浪猫啊。这个呢就是南京皇城的西安门啊。现在南京皇城和宫城呢，现在还保留着什么呢？一个西安门，一个是西华门，一个东华门，还有一个午门，只保留这几处遗址了，余下的全都没有了啊。所以说我这一下午都得给它看完了啊。这个就是南京皇城的西安门的遗址。北京的西安门呢，如果现在从老照片里看的话呢，它是一个那种木构建筑的形式啊，它整个就是一个木构殿宇的形式，它不是这种3个拱券的这种砖门的形式。这一点它跟南京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南京的这个西安门呢，它实际上还保留着一个比较，怎么说呢，还是那种比较原始的那种特点，所以我就来看一看啊，找不着词儿了啊。它这个西安门呢，这个往里去，往这个方向去就进皇城了，然后往这个方向来呢就是城外。刚才我在城外呢看见了一条河。上面有一个3孔的拱桥，石拱桥，我不知道那个是不是原来西安门的拱桥。如果是的话呢，那个其实也是个文物啊，但是我不敢确定这个事儿啊。它这个门呢，现在肯定是一个半遗址的状态了啊，它如果建好的话呢，就是它在明清时代呢，当然清代就算了，它在明代呢，它外边应该涂着一层红色的那种漆啊。就是外边应该涂红色的那种颜色啊，然后上面是黄琉璃瓦的那种的，然后底下是那种汉白玉的那种须弥座啊，是那种感觉的。但现在呢，它就是它这个年久失修之后啊，它外边就已经把这个砖都露出来了，外边那层红泥已经没了啊。然后呢，底下那些汉白玉的构件，那些石头构件已经黑了吧去的啊，然后上面就是挂满了各种的藤蔓植物啊。然后呢，里边渗水也很严重，然后墙壁上都渗得一道的，所以现在它的保存状态不是特别好啊，但是能存下来就不错了，因为东安门已经没了嘛，北安门彻底连遗址都连地方都看不着了，是吧？
这个就是应该是它汉白玉底下一个是须弥台啊，但它现在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它都是黑色，它都不是白色的了啊。然后呢，它长期的雨水冲刷呢，外边已经出现类似钟乳石的那种东西了啊，非常的怎么说，非常的看着非常的就有点跟那个就家里那个水池子使的时间长那水垢似的啊，已然是这个状态了，然后它这边彻底是连这个墙都没了啊，它这个须弥台应该是围着一圈的啊，围着一圈的，那这边彻底连墙都没有了，这边连墙都没有了这边墙都已经是塌了，是被人拆走了，我不知道哈。它现在就剩下3个门洞了，上面的屋顶啊，包括那些屋檐啊、斗拱什么的全都没有了，就剩下底下这一个还是残缺不全的砖台子啊。外边一层是它的须弥座啊。它如果是刚建好的时候呢，应该是那种汉白玉的质感的啊，应该是汉白玉的质感的，跟北京故宫那种质感似的啊。你看它这个地方基本上还是，这个我也很难说它是原来的一个东西了啊，它是这种青石门槛，是不是后换上去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它汉白玉的构件已然都是流水侵蚀啊，风化的已然不像样子了啊。它这个花纹已然很难都看清楚，你看，它这个地方应该是有缠枝莲纹的，但现在这缠枝莲纹被它这些就是冲刷出来的这些钙化物质一盖的话，基本上看不见了啊。这应该算是碳酸钙物质吧，是吧？你看它这个花纹基本上都已经风化的都很模糊了，已经非常模糊了啊。然后呢，它这边呢，它这块保留还比较完整，你看它这个缠枝莲纹保留的还比较完整啊。这是叫缠枝莲纹呢，是叫什么纹呢？是叫西饭莲，是叫缠枝莲，我忘了。这个纹路保留是还是很完整的啊。然后它这个门槛呢，应该也是明代的门槛，它这个门槛应该是明代的门槛啊，但是也风化的比较严重了啊，已经给磨的特别严重了啊。然后这边都跟那喀斯特地貌的溶洞似的了，这边然后它这个门的，我看上北下南，它这个门的这个南部啊，它保存的要比北部好，但是南部上面的墙已经没有了，但它底下这层须弥座还保留着呢。然后它底下这层须弥座还保留着呢，也就是原来的这个西安门呢，应该是从这边，从那边，从那个角，一直到这3个门，然后在那边还是这么长那个长度。所以说，过去的这个明代西安门啊，明代皇城这个西安门的规模是非常大的啊，是非常大的啊。这是一个大砖门。然后两边呢是那种，应该是那种就是红墙黄瓦的那种宫墙啊。然后里边呢就是皇城，外边呢就是就是市区了啊，外边就是市区了啊。你看它这应该是有，你看它这应该是一圈的，应该是一圈的啊。所以那边呢，那边这个转角已经没有了，你明显感觉那边非常短，那边非常短是因为那边已经没有了，可能修路什么的已经把那边给拆了。但是这边的转角还保留下来了啊，然后这个转角上面的这个墙体已经没有了，墙体只有3个门圈的墙体还保留下来了，余下的墙体已经都没有了啊，都没有了啊。底下这层须弥台，它南部的这个须弥台还保存下来了，而且还有比较清晰的这个雕刻的纹饰啊，雕刻的这个纹饰这还有呢，也就是说它本身须弥台的树腰上是有这种花纹的。也就是说呢，它原本须弥台的这个树腰上是有花纹的，但是门洞那边的花纹呢，已然被水侵蚀的就看不见了。这边还能看出一点来，它的这个材质应该也是汉白玉的吧？应该也是汉白玉的吧？还是那种青石的，我就说不好了啊。你看这边那个须弥台已经没有了，这边那层须弥台已经没有了。这个砖台是干嘛的？我还真说不清楚。我明白这是什么了。这个砖台应该是西安门那个
西安门内那个墙的墙基。因为西安门内进去之后，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宽阔的空间呢，它里边还是有一个像是菱形门似的那样一个建筑的。这应该是西安门跟那个菱形门之间的那个宫墙的墙基，应该是，或者说其他的一个什么建筑是直房之类什么建筑，我也说不清楚。因为关于明故宫的资料保存比较少，因为到了清朝之后，明代皇城基本上就是成为满城了啊，那个时候也没有照相术。满人也不可能说特别精细的去研究，说这个明代皇城究竟什么样，所以说当时的西安门内部究竟是一个什么状况，其实现在是很模糊的，很模糊的。它这里边门柱那个状况啊，这里边门柱那个状况，非常的高大，非常的宽广啊，说话都带回音那种的。这个就是它西安门中间那个门座啊，西安门中间那个门座。我往这边走一点的话，能看得清楚一点啊。刚才吃肉包子吃咸了，肉包子吃咸了。这就是西安门一个全景啊，西安门一个全景。然后从中间的门洞走进去看看。啊，它这里头原来应该是有一个涂层的，是白灰啊，还是说是红泥那种的？就应该是有个涂层的。但现在这个涂层已经非常斑驳了啊。基本上都是那种，就是已经都是霉变那种感觉了。被水冲的，把它外层那层泥都给冲掉了，把外面那层白泥跟白灰都已经冲掉了。这么一个状态。这个西安门因为什么能保留下来，我不太清楚啊。是被当做什么东西使用了，所以它保存下来，这我不太清楚。这边还有当时那个门的那个眼儿呢。因为这地方你得安个大门嘛，上面那个装那个，那叫什么？应该就是叫门额还是叫什么？那两个眼儿还在那儿放着呢，就是说它上面应该是有道梁的，在古代上面应该有道梁的，应该是门额，然后下边呢是两根立柱啊，然后门槛儿，然后装两扇大门。它应该是这么一个装置，也就是说，它并不是跟南京的城墙似的带闸门的。那宫城或者是皇城的这个城门，你是不能带闸门的，它是还是两边推的那种门的。昨天我在看神策门的时候，还有一个明代保留下来的一个铁皮包木芯的一个大城门，那城门非常非常高，就是高的不是说咱们现在想的那样特别小那种，不是的。明代的城门是非常高大的，那个东西我感觉一个人未必能推得动啊。现在在外边呢是一个小公园啊，放音响的、跳舞的，在那儿唱。刚才那是豫剧，是河南坠的，就是唱那玩意儿啊，非常的噪音呢，非常扰民呢，是吧？现在它是整个遗址就是这么一个状态，这就是西安门遗址的状态啊。因为我提前我也没准备，所以说的磕磕巴巴的啊，很多事儿我也不了解，应该提前准备啊，应该提前准备啊。这玩意儿就是真的，就是一到旅游出来之后啊，只有录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我对这个建筑其实不是那么了解。如果不录视频的话，这一走一看也就过去了啊。只有录了视频一说，哎呦，我才知道，哎呦，原来我欠缺这么多，很多建筑构件我叫不上名字来。比方说那是叫门坊，是叫门额，我就不知道啊。比如说这种就是说这种三个拱券的专制的这个建筑，它就应该叫什么？是叫宫门的，是叫什么门？我也说不清楚，但我一般就管这个样式叫宫门样式，叫宫门样式啊。现在就是西安门就是这么一个保存状态了。然后待会儿我往前走呢，还能看见那个西华门的遗址。西华门它就是那个宫城的遗址了，就相当于北京故宫的西华门了。这个就相当于北京皇城的西安门，但是北京皇城西安门已经没有了。所以说你现在想看皇城的西安门，在中国有且只有一处，就是南京。
想看南城的外门，现在中国只有2处，一个是北京天安门，一个是南京的西安门啊，只有这2处，余下没了，余下没了啊。它值钱就值钱在这个地方，当年皇城的西大门。哎，非常感慨啊！到了21世纪，现在我们能拿手机、能拿这种相机录下来的，只有这么一座门了。行了，我在这儿看看，然后往西华门进发了。